歐一華做廚師30多年，客戶眾多，不少訂單甚至是1年前確定的。最高紀錄，他一天接過15扇，超過300隻。手下幾十個廚師和100來個雜工輪轉接力，每一張訂單都衝着他的拿手菜而來。歐日華就像春節趕場的藝人一樣，連續轉連廚師服都要汗濕好幾套。我實係經驗啊，對出嚟飯店幫手啊，跟我老豆學嘢㗎。我老豆之前都係做過行㗎啦，做酒樓㗎啦。嚴厲就是流動的開放廚房，從食材處理到菜肴烹飪，一切都在賓客眼皮底下進行，來不得半點偷奸耍滑。早上7點前必須趕到現場，備菜必須按要求切絲切斷，浸泡預炸成型。下午2點，整個團隊開始進入忙碌的工作節奏。年歷的各種菜肴都是流傳至今的經典菜，其中八寶飯是必備菜式，甜中帶鹹，香軟滑糯，主打一個好意頭。八寶飯呢時間前嘅師傅啊，炒緊得米，你炒到過能冇口感。炒八寶飯最重要有口感。我哋咪已經炒到吸咗水分啦，好有光澤，都 OK 嘅喎。啲起嚟嘅喎，蝦米、奸人、芝麻、叉燒、臘腸。炒製糯米必須火力猛翻炒快，這樣才不會沾鍋底。炒好的糯米飯還需要上屉蒸，使到糯米軟滑保稀，配料滋味格外滋潤鮮美。馬鮫魚丸也是年例必上的家常菜肴。這道菜在吳川飲食界地位堪比白切雞，越是家常就越考驗手藝。作為歐日華的年例招牌菜，魚丸自然必須要新鮮現做。挑戰嘅馬鮫都係用白海撈去難易咯，膠質特別足喎，香滑脆咯。只需4刀，耗時10秒，就能完成一條馬鮫魚的處理。魚丸要爽口，控制溫度是成敗的關鍵。細嘅溫度啊，冇細高啦。馬鮫魚其實溫度一高佢就失膠啊。馬鮫魚丸用料簡單，搭檔只有油鹽水3味。根據製作時的天氣溫度以及馬鮫魚的品質來調節它們的比例，這只能靠廚師的經驗判斷。即使同為馬鮫，每次做出的魚丸都會有微妙不同。為了保證出品穩定，歐日華甚至連魚丸的大小都研究過。大個比較有口感啦，異味比較濃郁啦。你係細那個佢就冇口感啦。比乒乓球還大的馬鮫魚丸，煮熟後要試味，得肉質滑爽，Q 彈中帶點油脆才符合標準。做好的魚丸可以和西芹同炒，也可以下鍋滾燙。嗰啲好原生啊，你口感都好噶。佢哋馬鮫特別靚嚇，馬鮫靚真係。吳川人把年例作為迎來送往的待客之道，自然培養出一批廚藝爐火純青的廚師，競爭日漸激烈，接單靠的就是口碑。擺酒做起時都請嘅嘛，意見啊、邀件啊啲嘢特別做得好嘅，真係特別做得好嘅。其實工藝又好咯，做啲味道又好咯。今天的年齡設在村裏祠堂邊。歐日華自小隨父親學習廚藝，學會了武川宴席所有經典菜式的做法。有些手工菜因為工序複雜，已經很少有廚師願意做，但鄉里鄉親卻很看重這些傳統名菜。只要首先個餡料一定我哋新鮮，邊個之後你肯定炒練個騷味個。腰絹別名腰前萬貫，是吳川宴席特有的菜式。腰是豬腰，絹是豬網油。最考驗師傅的地方在於去除腥味。
要8次㗎，洗到個味完全冇晒嗰只㗎，寫生你完全感覺唔到有個豬油味嗰只㗎。腰絹不貴，關鍵是粗菜細做。豬腰再去掉醋味最重的中間白色線體後，要醃製2次並沖洗到顏色變淺，才能裹上豬網油開蒸。對歐潤華來說，這還是萬里長征第一步。包起腰件啊，然後再蒸。蒸完之後呢，腰件好軟㗎，一定要冷卻嘅，炸得好炸啊！而腰件一定要配搭個脆醬㗎啦，攞麵粉落烤爐裏發啦，起碼發到4小時左右就 OK 㗎。發啱時間咧，一定要俾油啦，更香都脆㗎啦。行走年禮江湖，廚藝不是唯一的制勝法寶。歐一華在現場排兵布陣，把控流程協調團隊，一次年禮下來，不亞於打一場戰役。6點半鐘，基本上整事啦。 40隻酒席就意味着每道菜需要40份，16道菜立體式出菜，640份菜品要在開席前30分鐘內全部完成。歐日華團隊飛刀斬料，開籠取菜、炒鍋，掂着分菜擺盤忙而不亂。這就是吳川嚴厲的效率。打造一間5星級嘅流動餐飲係自己嘅夢想。 即把賓館嗰套個管理，根本係外面做酒席，一定要升級。你有冇升級，市場就淘汰你㗎。堅守驕傲的最好辦法，就是具備專業能力。腰絹是能力最好的證明。蒸好放涼的腰絹和發酵的脆漿，5個小時後相遇，一起進入油鍋炸至金黃。 趁熱切開上碟，才能保持外酥裏嫩的口感。上菜啦！6點打等時上菜啊！口令一起上，菜韻魚貫而出。順序是價高者優先，燒豬海味乾貨依次登場，八寶飯青菜最後壓軸。老張等你咩嘅？大支啦嘛，嗰啲啊！ 龔日華作為總指揮，需要時刻觀察客人的用餐速度，菜要一道道上手尾銜接。把控節奏的核心秘訣就是溫度。全部都就水龍上菜㗎，無論50台、100台、200台、300台，所有嘅菜式都保持個熱量，就係我哋個宗旨。你有冇熱量嘅菜式，你點食？腰絹上着。 入口就在此間應聲而碎，豬腰嫩滑有吃，就像在口腔裏綻放了一場小型煙花。這樣的腰絹才是吳川人記憶中的滋味。佢嘅上菜速度係會快好多嘅，去到我哋嘅口入邊咧，亦都係非常之熱嘅。佢係我哋波鋪最出名嘅大廚師，非常味，非常好。食客的讚美才是廚師的榮譽，大廚的頭面。歐一華從不掉以輕心。我哋廚師㗎，你自己都冇乾淨嘅，你先要求人哋乾淨嘅。 華哥，6年快樂，6年快樂，真係心想事成。接過朋友的賀禮，已是2024年的春節前夕。經營年禮不是歐日華的終極理想，他的夢想藏在新開的工作室裏。江南百花雞是粵菜經典，百花是指混合了豬油肥膘的蝦膠，把雞皮完整卸下，用蝦膠鋪平在內側。
蒸熟後切塊勾芡，夾一塊雞皮爽脆，蝦膠鮮滑。鮮蝦則是家常快手菜。歐日華用橄欖油代替花生油，豬油更能突顯蝦的鮮美，嘗試尋求粵西味道的新突破。歐日華不斷升級，是為了一個5星級的流動廚房。這個夢想誕生在村鎮裏，醞釀在祠堂邊，扎根於親情中。那些和歐日華一樣的鄉野廚師，讓吳川這座城市彷彿擺脱了時間的束縛，留住了濃濃的傳統鹽味。4、3、2、1，開始！所有隊員而家咧都已經衝咗上包山嗰度啦噃。在子夜時分，香港長洲島的寧靜被一年一度的慶典活動所打破。選手們紛紛湧上高達14米的包山，奮力爭奪9000個有着特殊意義的包子。喂，郭老闆，喂，點啊，來哥，訂幾多包啊？今年又應該正常嘅，多少些少嘅平安包，就麻蓉餡嘅3擔半，5月26號攞。好靚齋粥啊喂！清晨8點，香港長洲島的一家粥館，彌漫着讓人忍不住分泌口水的米香，傳承100年的獨特口感，是顧客盈門的唯一理由。唔好意思啊，今日我哋長洲太平清醮食齋啊，只係賣齋粥。你2份齋粥我。好。每年農曆4月初，增科的粥鋪總有3天停售所有肉類粥品，食客只能嘗到用玉米乾筍、冬菇蠔豉、慢火熬成的齋粥。幾廿年都係咁食噶啦，都加個節日咯。邊啲食齋啊？佢哋整得好好食，生意好似爆過平時啊！食齋粥咧都係一個傳統啦，所以每年都會食一次。咁啊，街市都冇魚賣噶啦，長洲嘅蠔豉就係屬於齋嘅，好多鋪頭又賣啲春卷啊、炸蠔啊、羅漢齋啊、酸齋咁啊，連麥當勞都賣緊齋包啊！等等，多謝晒。豬柳蛋漢堡餐。食齋啊！食齋啊！3日守齋期嘛。究竟是什麼節慶日子，讓全球餐飲連鎖店也入鄉隨俗，參與到長洲島的這場維持3天的齋戒日活動來？全部去晒，蘋果邊先要貼啲啊！在長洲齋戒日即將來臨之際，島民們都在為這場盛大的節慶活動緊張籌備。不論高低，不論老少，都係咁樂於翻嚟參與我哋呢個長洲太平清醮。點解呢？有個歸屬感。我長洲有一個太平清醮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所以我哋係值得驕傲㗎。常州太平清醮在19世紀末創始，據傳當時瘟疫肆虐，居民們仰望北地神祈求護佑，奉迎神像遊行，終於平息了疫情。自此以後，常州居民每年4月就會上演盛大的清醮儀式，祈願平安長久。從正教的樹立番杆清洗街道，到迎神祈福神功系，再到會景巡遊和搶包山，太平清醮活動為期3天。這3天長洲島最忙碌的人，當屬平安包的製作師傅。今日好似有70包粉翻嘅，落20包落康蘭，50包上呢度。聽日可能有蓮蓉翻。
太平清醮的前一周，郭宇全一刻也不得閒，因為按照往年的訂單，他需要在一週內完成3到4萬個平安包的製作。呢個係散嘅，甲級平安嘅。呢啲堂口嗰啲嘛，寫住嗰啲噶嘛。100噶嘛。仲10包，我叫肥仔。13歲入行當包點學徒，25歲接手師傅的店鋪。至今60歲的郭玉全仍然堅守在中西包點的製作崗位上。剛剛你做咗夜賓，我哋管咗出嚟先。做埋腸仔先。新舊加埋有5間咯，我哋都有40幾。店鋪雖小，但品類豐富，獨具特色。郭宇全的餅不僅受到了島上居民的喜愛，還成為外來遊客必買的手信。這都要歸功於他在過去的35年裏，對於中式傳統糕餅的精心復原，還有對西式糕點的創新探索。摩羅酥蛋撻椰撻咯，有啲江蘇餅啊、棋子餅啊。摩羅酥又被稱為金露酥，它是物資匱乏年代的產物，是粵廚在有限的材料裏，用極其小的分量研發出來的金式糕點。時至今日，在大街小巷的糕點鋪，已經很難見到摩羅酥的蹤影。摩羅酥嘅餡呢，就係麻蓉餡，傳統包山上邊嗰啲餡嚟嘅，比較好食些少嘅。長洲人老人家多，又冇咁甜。所以咪傳統餅家都先至有呢啲咯。我1年係只係做1次平安包，總店嗰度咧我就係賣蛋撻、椰撻啊、包嗰類嘢咯。在1年1度的太平清醮活動中，平安包可謂是活動的最大亮點。每年清朝開始前，北帝廟前都會砌成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包山，用於供奉神明。在這些包山中，大部分的平安包都是由郭玉全親手製作的。平安包就正常又唔難整嘅，由頭到尾我都係麵粉同埋嗰個師傅打嗰嚿麵打得好靚唔靚咯。點解要用麻蓉咧？因為麻蓉裏面有糕粉啊嘛，你穿起包山嗰陣時咧，嗰條繩咧就俾啲糕粉張住，咁佢冇咁易跌出嚟咯，嗰個包。麻蓉餡佢就正常就係有油啦、糖啦、芝麻啦、糕粉啦。將餡料包裹在發酵好的麵團裏，再來半個小時的發酵，然後放進120度的蒸氣爐裏蒸製。出爐後再蓋上平安印記。紀念家又飽肚的平安包就誕生了。蓮蓉豆沙咯，麻蓉咯，咁係幾隻嘅。係我哋今年賣得好啲就係黑芝麻咯。從搓粉到包餡，從蒸焗到蓋印，8個人從早到晚不間斷地重複着固定的動作。不敢有絲毫懈怠。新鮮出爐的平安包不能馬上送到北帝廟前上架，需要經歷攤晾和乾身，才能離開郭以全的視線。攤得佢個包咧，有一日時間，吹得佢乾身咧，就會穿得好靚嘅。等平安包攤晾乾透之後，再將其逐個串起。形成包串。穿包咧就最緊要同一個方向嗰個字，你係咁樣穿，你就個個都係咁樣穿。我哋擺咗上個包山上面咧，就變咗又倒轉咗，就唔靚噶啦。嗱，呢個包就出錯咗咯喎，呢3個包我就唔要啦。豆糕啦。一串串的平安包被掛在包山架子上，最終形成壯觀的包山。
3座包山聳立在北帝廟前時，郭義權才算完成清教前的這項重要任務。1 2 3 4點稱儀式就快開始啦！祝願長洲水陸居民神安永佑，合境平安，香港百業興旺，繁華穩定。在激昂的鼓聲中，常州太平宗教聖典熱烈的進行。渡輪載着一批批遊客抵達小島，熱鬧非凡，人頭湧動，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慶典最熱鬧時刻的到來。消失是嶺南地區的傳統，融合戲劇、魔術、雜技、音樂、舞蹈於一體。香港常州飄失源於廣東佛山，神像群有舞獅跳躍，飄色精彩，歡呼聲、祈願聲、吟唱聲，交織成最動聽的樂章，寓意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。當島上的氣氛推向了最高潮的時刻，郭義權仍然奮戰在平安保生產車間裏。因為大會聽日要派8擔包啊嘛，所以我要管埋最尾嗰6包俾佢哋。12點後就齋戒結束晒㗎啦，所有嘢都開始食啲燒肉啊嗰啲咁嘅嘢咯，咁咪飲翻2罐啤酒輕鬆下咯。距離開齋時間不到半個小時，洶湧的人流向包山聚起，搶包山是慶典的最高潮。協助，咁啊仲有咧就係旅遊發展局嘅，為我哋嘅宣傳以及推廣等等。祝願大家咧就係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啊！比賽咧會喺凌晨嘅0時0分度展開㗎，咁啊請嘅楊局長係準備4、3、2、1，馬開始。所有。凌晨12點，比賽的號角聲響起，男女選手們紛紛湧上高達14米的包山，奮力爭奪那約9000個平安包的珍貴機會。在激烈的角逐中，參賽者們拼盡全力，爭相從高處搶奪那份寶貴的平安包，一刻也不停歇。短短的3分鐘內，只有能拿到最多分數的選手，才能榮登勝利的寶座。隨着結束的號角聲響起，標誌着為期3天的齋戒日正式落下帷幕。太平清教活動結束後，每一位街坊都能領取一份寓意着將平安帶回家的平安包。它不僅代表着身體安康，更象徵着神明的庇佑，讓常州人平安喜樂。太平清教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經過百年風雨扎根於香港，飽含着常州人對生活的熱愛、對傳統的敬重。平安包早已超越食物概念，把平安的期盼包進圈軟的面皮，醞釀出家國的溫暖之美。法定的春節假期結束了，梅州興寧，這個地處粵贛3省交界的低調小城依然熱鬧，上燈舞龍。地球彩廳興旺，生計紅火，這是客家人共同遵守的儀式感。開工大吉，生意興隆。
爆竹聲聲響，炮子滿地紅。喜慶的氛圍從三潭村傳到了花羅敦。這是村裏的鄉廚峰哥為了陪伴家人，選擇回鄉創業，開了這間農莊。他即將迎來一年中最忙碌的時候。Hello， 爸爸在幹活啊。從數到數四上燈，這是呢客家人嘅傳統，每年就做到200-300種族啊，包括下上啊，包括店裡面做啊，所以一段時間就會比較忙嘅。老闆，喂，新年好！在大鎮村，手藝好出菜快的峰哥是操持上燈宴的業務先鋒，清點好食材，得馬上和家族添新丁的羅叔敲定菜單。有個上燈嘅呢，就傳統嘅菜式就是挺愛嘅，茴香啊，嗰啲釀豆腐啊、白芷先生啊，其他菜式呢就可以讓自家選。但係呢，而且話嗰啲熟悉嗰啲嘅雞翼炒酒啊，雞翼炒酒咩？最重要甜品就係自家嚟講。哦，咁最好傳統嘅文化挺傳統嘅。係。咁你就麻煩你微信我咁啊個變動你再通知我啦。好，早點吃飯啦。多謝你啦，辛苦你啦。好。興寧有一個傳統。上燈宴中的雞炒酒和甜板這兩道美食由新丁家庭準備，為了慶祝曾孫上燈，太奶奶第一個忙活起來，開封了這壇藏了2年的自製釀酒。客家釀酒的了，這個手啊了，呀，對吧？經過禾草燃燒、高溫炙烤過的客家糯米酒。口感香甜溫厚，暖胃養人。這是雞炒酒的必備食材。哎呀，2年嘅就要炒雞啲炒酒。新兵爸爸當仁不讓，做起了當地名菜金蕉酒。這是客家女子產後滋補的必需品。選取1年左右的騸雞。刀工上講究粗刀大塊，不破壞雞肉的營養和纖維。老薑切片，熱油爆香，倒入雞塊猛火翻炒，高溫讓雞皮急速翹起，透出金色，鎖住肉汁，再注入釀酒慢慢燜煮，讓酒香滲透雞肉。老薑辛辣克制一切聲煎。釀酒溫潤，甘地滋養，挺翹的雞皮，緊緻的雞肉，讓人欲罷不能。雞的炒就好甜的，好吃。不蒸甜板不過年，沒有甜板不成女。甜板又稱大龍板，是客家人的年糕。香煎是甜板最勾人做法，薄薄一小塊，熱油裏滾過，文火裏煎過，落出兩面筋騰起滿口香。添丁是羅書家的大喜事，上燈是宗族人口繁衍興旺的大儀式。羅叔向村裏的老師傅預訂了手工製作的大花燈。哎，你好，吳師傅。聽嘅飯點啊，做好嘛嘛？做好了，加班加量做好了。咁明咗幾多點鐘？我8點半就送你嘅搶給你吧。好，可以。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好，麻煩你。70歲的吳桂蓮是興寧既會做傳統花燈，又會做煙火的手藝人。春節期間也是他接單的高峰期。仲嘢佢度。都佈置啊，搞裝扮，起碼3天。上燈儀式用的花燈，燈身6面分3層，貼滿金童玉女支架，裝點小花，男孩添白花，女孩添紅花，寓意添丁發財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。夜幕降臨，
吳師傅為羅叔定製的花燈完成了最後的裝點，上燈節也已準備就緒。旭日東升，浩浩蕩蕩的頃燈隊伍敲鑼打鼓來到花羅敦大榕樹下，熱心的峰哥也早早前來幫忙。吉時已到，新丁家庭代表和峰哥接過2盞大花燈，請回味龍屋。神殿快晨，步步高升，快點時光。神殿。在一聲聲的祝福中，開始隆重而嚴肅的上燈儀式。新的花燈緩緩升起，一盞懸於中堂，一盞掛在上堂。這是客家地區綿延600多年的傳統習俗，是對生命得以延續的慶賀，更是對族群不斷興旺的期盼。新生命誕生快樂，需要在喜宴中分享。峰哥操持的上燈宴一天有4場。街里炒酒同那個長板升過來啦。哦，嗰隻，阿哋給你上桌嘅呢就劉太郎嘅就六張咗，逆流嘅呢就4張咗，下張嘅就為4張咗。準備工作做好了哈，大家齊整下嚟哈，好。釀豆腐是上燈宴中的主菜擔當。客家釀豆腐呢，就係客家人嘅特色嚟嘅，就至少是2菜2蛋。熱油將豆腐煎得金黃焦脆，再以涼瓜做底。在砂鍋中撒上客家人獨愛的紅曲米，燉煮入味，最後葱花點綴禮成。剛做好的豆腐還會漸微微的滋滋作響，香嫩滑溜，直下喉嚨，妥妥貼貼。客家人大多居住在山區，因此擅長料理山珍。但好廚師從不被傳統拘束。豬蹄滿海參就這樣低調而出人意表的獻身在上燈宴的餐膳，山珍和海味共冶一爐。豬腳係提前燜好了，乾了客家釀酒，師傅是燜豬腳燜涼了。燜煮10分鐘，豬皮軟糯。牙齒一咬就毫無阻力的切入，那種前面溫柔的口感讓人淪陷。至於被肉汁滲透的海參，咬一口油脂滿嘴，安逸慵懶。峰哥和搭檔馬不停蹄要趕下一場上燈宴，他喜歡這種忙碌，新生命接踵而至，生意因此多了喜慶。因為今天上燈宴的自選菜式，讓他自由發揮風格，設計了很多一頭菜。粉絲蒸完貝記藝錦上添花，油鹽清蒸魚慶賀年年有餘，雙江黃金糕祝福步步高升。他覺得宴席不僅要好吃，還要吃出好兆頭。今天天丁上更，早已超越農耕時代對男丁的渴望，成為純粹的祝福儀式。春節是中國人一年中最大的節日，也是最講究傳統的節日。廣府潮汕客家方言景義的人們，在一場場熱鬧的儀式中，與過去話別，與未來相遇。潮汕完整地接納保留了傳統民族文化，
令人眼花繚亂的各類美食，令人嘆為觀止的連續賽會，構成了中國最濃烈的年味兒。他們用莊重認真的態度，踐行祖先立下的規矩，凝聚人心連結血脈。心潮澎湃的潮汕人擠滿大街小巷，人情的溫度和人群的密集度達到全年最高。在2023年，成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網絡頂流。人們很難想像，在遠離中原的潮汕，居然有一年一度歌頌梁山好漢的民間儀式。武者化身好漢，陽正逆邪，祈求吉祥平安。另一邊，氣勢磅礴的潮州大鑼鼓響徹天空，一起風靡。連節活動不推崇單槍匹馬的個人英雄主義，強調的是老少爺們齊上陣，而且各村有各村的高招。臨近春節，揭陽橋南村祠堂前，青年舞龍隊已經在為春節的活動做準備。43歲的林玉海以前也是巨龍的主力，今年是1號龍的龍長。自由拎啊，4特別，領偷隊差唔多要3粒經，拎多時10華經，領杯係多時20精個經，王自由拎只係咩坑玩啊，3條拎住就300精多啦。舞龍傳承了600多年，已經融入生活，成為習慣。停辦3年後，今年再度起舞，家家戶戶熱情高漲。只係攞二寶啦，直丁嗌牛，做咩直落湯落啦？春節最用心的食物，才能襯托最隆重的儀式。林玉海的家人也同步忙乎開了。石蠍座石果尖果最為講究，冰泵果是本地餐桌上必備的果品。林玉海和妻子黃三英都是廚師，廚藝自然了得。不過製作傳統美味，還得家裏的老師傅林兩灰坐鎮。一洗頭光就好，佢呢啲行咗冇咳狗。係做新鮮啊！一聽日就會變咗多家。那人熱人開，又熱糟就熱糟，呢個就錯沒錯哇！冰泵果的餡料十分豐富，是冰皮膚、芝麻、花生碎等混合而成。冰泵果原名冰皮果，因潮汕發音與冰泵相似，導致誤傳，好記又好念，於是冰泵果的叫法便沿襲了下來。但是這果形就烏烏嘅硬硬嘅，真係妙啊！做好的冰泵果放入蒸鍋裏蒸熟，就是迎春的佳肴。但本地人更喜歡炸冰泵果，晾涼裹上蛋液，放入油鍋炸至表皮微微膨脹，酥脆軟糯，滾燙留香。可鹽可甜，潮汕的承載萬千之美。菜的餡料並不出奇，一種是包菜餡，包菜切碎，加入蒜苗、五香粉調和，再混合蝦皮提鮮，用豬油攪拌。另一種是韭菜餡，新鮮韭菜切粒，直接加入豬油混合。菜的餡料鬆散，很考驗果皮製作的水平。要在粘米粉中倒入滾燙的開水，然後趁熱反覆揉搓。切這條燒，現在糟，看硬什麼？你這如燒如何？
取一小團果皮，捏成碗狀，放入餡料，收口包裹，一個圓滾滾的菜便完成了。這個小零咩超實咩，你係點點好多都係超實咩就啫，改色冇啊！對潮汕人而言，坐果不僅是一家之事，親戚間總會互相幫忙，大家圍坐在一起包果，食指裏穿梭，果軟鹹香，感情也在交流中深了起來。好，哇，而家新鮮出爐的菜果，果皮軟糯中又帶點韌性。咬開一個小口之後，香噴噴的內涵，裹着一團白乎乎的熱氣飆出來，惹得人饞，顧不上燙就下了嘴。好食好食，春節的潮汕總是熱鬧又充滿煙火氣，團聚的日子，各種美食輪番登場。煎蠔烙、煎無米果、炸酸甜魚、淋肉海在忙，也要給家裏人做上幾道拿手菜。用心做飯，在家吃飯是中國人的執念。何家老少齊齊整整，邊吃邊聊，此時的團聚比吃本身更重要。好似啊，買煮聲好嘛？吃完飯，林玉海匆匆趕回村裏。入夜祠堂門口人山人海，整個橋南村村民翹首以盼。從大年初一開始，這條青年舞龍隊圍繞橋南村進行多場表演，重頭戲在大家最期待的夜晚上演。沙雕大師，乜講你驚人哋啦？睇我哋落公食板燈佢驚。一聲令下，3條龍浩浩蕩蕩出動，整個村子沸騰起來，一場狂歡拉開序幕。我係硬拎下傾下名啊，唔係我咁喺度啊。3條龍的出行路線都是提前規劃好的。作為龍長，李玉海要帶領1號龍闖過人山人海，絕對不能迷路。重達60-70斤的龍，需要隊員們輪番上陣揮舞。除了3條龍，橋南村還準備了3隻鳳、18尾鯉魚以及大量彩旗相伴。追着郵輪奔跑，才是全民參與的最高境界。大人小孩擠滿街頭巷尾，沿路村民燃放煙花炮竹，驅病驅邪，迎春納福，圖的就是熱鬧。從鞭炮聲響起，郵龍便要停下來，為父老鄉親獻上表演，將氣氛推向高潮。給龍神綁煙花，是為一場更盛大的重頭戲做準備。啊，你猜就真係摸呢個，呢個咪視網膜呢個，呢幾日拆你個名字係咩？住係咩自然果茶？炒果炒啦，炒啦，差唔多直菜雕，直燉。我舊時總會跟嘅話，你買係線蟲冇椒花雞，或者有回啲，我有總線，再傾啊。連續5天，
這些隊員們一起接力，不分晝夜地吸龍，以及鳳凰鯉魚身上搭架子，插上大大小小的煙花。這是全村的大事。相比舉着龍身日行幾公里的其他年輕人，在背後默默付出的人更枯燥且辛苦。單是吸近萬隻煙花捆上引線，至少要忙活半個月以上。但大家都以能參與其中為榮，這是同宗同姓的驕傲。參加保齡搖鈴2萬蚊上星空，食咩動作啊？沙師啊？你會不會畫星空？星空，你做咩做得一弄下就放這就過嚟 show 啊！全村人齊心協力，一呼百應。李玉海的妻子也沒閒着，開始為宵夜提前做準備。食磨打磨出來的純米漿放在蒸屉上蒸熟。這個傳統吼，燒靈後吼，就等下來直接過件，就吹咗好在涼，就來拍就來做。雖然不是潮汕人，但多年耳濡目染，應這對本地習俗了然於心，做起地道美食也得心應手。仔其實就是條，蒸好的仔層層疊好晾涼，再切成凝塊，和其他食材一起留着晚上備用。持續奮戰後，插滿煙花的龍終於準備就緒，但隊員們絲毫不敢停歇，從流程到動線到安保，一片片地做着最後的確認。大年初10夜晚的紅龍廣場人氣爆棚，這是整個春節的巔峰之夜。煙花秀是前奏，彩龍閃亮登場才是高潮的序曲。火把引路，龍珠潛倒，隨着龍圖的火線被點燃，整條彩龍迅速化身絢麗的火龍，萬千隻煙花瞬間齊發，現場一片火樹銀花。隊員們打赤膊、穿短褲、頭戴竹笠，雙手托着插滿煙火的彩龍奔跑如飛，彩龍穿越雲霧，盤旋騰躍。條裏煙花火龍俗稱燒龍，這個延續了600多年的傳統活動，起源於明朝末年，僑利人成功抗擊外來侵略者，慶祝勝利的方式。經過幾百年風雨，最終演化成潮汕新年的賀歲民俗，寄託着潮汕人祈求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的美好祝願。在降龍彩鳳錦鯉的次第登場中，現場氣氛一次次被推上高潮。這2個月，所有隊員們都放棄假期，在歲末合力譜寫了一曲鏗鏘有力的交響曲。等到近4萬多圍觀者慢慢散去，舞龍人提着的心終於放鬆了下來。
林玉海的妻子此時已回家準備宵夜，提前做好的果仔，附以熬製好的鴨湯，加上肉丸鴨血煮熟，最後淋上一著點睛的蒜油，這就是本地特色的鴨湯鍋仔。等陣時有咩玩？哦，吃一碗果仔是燒濃後的保留環節，寓意平安的同時，更是為忙碌了一天的隊員們消解疲憊。老少年嘅過聽就咁濃，如只單裝其中一個地方，要食不錯，就跳槽落去就該一光整形，呢應該3-4碗飲嘛。所以大多時就少年啲先頭或者係慢慢落。冇少嘛，喺大部做咩事嘅就像我一樣。最開始放下游籠的那一刻，他們知道下一次如此規模的活動或許要等上幾年，但對於美好生活的期許不會隨着煙花散去。為你在鄂西年歷大過年，這個在清代就開始流行的柏中台宴親遊活動，像是中國民族的活化石。在湛江吳村更是年年有，月月有，村村有，可能是全國唯一一個可以免費從年頭吃到年尾的圍餐習俗。春節假期從白天到黑夜，吳村人不是在吃年栗，就是在去約年栗的路上。院子裏搭起灶台，相聚團圓，聯絡感情。茶餘飯後共花街放煙花，都只是年例的基礎版本。在湛江有一種表演算是加強版的年例，堪稱驚世駭俗。過火海，這種民間奴隸習俗流行於兩廣民間。湛江雷州半島的過火海，不但需要一個人用嘴咬着燒紅的鐵泥頭，還有一群人赤腳踩過火場，直到將火堆踩平踩散，並將火種帶回家中。阿媛，你睇過你游上高，你哋嗰啲路記下咯，全部擺開嘅。有人節日快樂，就有人要有節日我在江的自覺。每一着年例背後，都有一支團隊在全力支撐。吳村本地名廚歐日華就是其中一員。年例嘅時候好忙㗎，上一單一做完工即刻就趕下單，有時候凌晨1-2點鐘過來㗎，有時候同時一日成10單嘅都有。年例的特色是定製，從菜式到場地需要提前1個月準備。每次大宴席前，歐日華都要到湛江最大的海鮮市場看貨。在這裏，市場的繁忙程度是完全能提前預測的。因為呢幾日都係比較淡季啲，冇咩日子，冇人做酒啊。平常咧有日子就做贈好多貨㗎，人山人海啦，行得過㗎。地處雷州半島，漫長的海岸線孕育了豐饒的海產，也培育出刁鑽的味蕾。海南馬交係啊，馬交中嘅天花板。交酒嗰啲龍蝦做酒食，做酒食都啱，嗰啲就你買5兩半重，係嗰啲天然蝦幾靚啊，幾透明啊，因為佢哋點解啦，一流。